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尽管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行程已经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会缓和。美国释放友好信号并不是一次两次，可实际上涉台问题的挑衅行为根本没有停止，反而已经触及两岸政策的底线。近期，美国军机短时间内3次抵台，彻底突破台海战争底线。对此，中国不再能容忍了。解放军在东海罕见举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在此背景下，美国释放出想跟中国谈的信号，可见该国有多大的诚意。在分析看来，美国之所以仍在台海问题上挑衅搞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于该国来说，现在利用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进行挑衅，是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王牌。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中国在某些领域上做出妥协。可拜登团队却忘了，这样是触及中国底线，解放军绝对不会客气。有大陆军事专家就对此表示，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发展与台当局的关系，已经快要切到自己的手指了。如今美国每一次挑衅，都会在第一时间遭到中方回击，不管是警告还是军事上的活动，都足以看出中国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就连大陆军事专家都撂下狠话，若再有军机抵台这类事件发生，解放军会让美国及台当局知道，什么红线是他们碰不得的。总之，美国不断将台当局推向战争的临界点，必定会成为炮灰。然而，就现在的局势来看，台当局是处于被动的。美国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再是台当局能够控制的了。有趣的是，就在美国突破台海战底线之际，台当局罕见地对大陆释放了善意。根据22号消息显示，在河南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多个地区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下，台地区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正通过各种形式向灾区表达关切慰问，一些台资企业还向灾区捐款捐物。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也于日前表达了慰问和关切。相比去年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期间台当局的做法，如今台当局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表示慰问，一度令外界感到意外。不过这也并非突然之举，传言岛内此前抛出近日说法，在美军机接连抵台后，不少岛内网民表示美国这次完大了。从这或许也就可以看出，台当局为了不受美国危险举动的影响及连累，在这个时候释放善意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尽管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两岸紧张局势，但起码有望成为缓和改善两岸关系的契机。就是不知道美国如今作何感想。关键时刻，就连台当局都有反水的迹象，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最终只会落个引火烧身的下场？据悉，在越南防长的极力邀请下，英国防长近日抵达河内进行访问。在双方一番会谈后达成共识，越南和英国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围绕国防领域的合作。目前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倘若该消息属实，这也就意味着越南已经做好了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军事遏制中国阵营中一份子的准备。值得一提，日前五角大楼刚对外宣布，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越南和菲律宾，两国防长接连访问越南，足以见得西方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而东盟则是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越南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国是一个环太国家。虽说美英两国并未对此次访问越南给出任何的详细说明，但在分析看来，西方是想利用越南的地理位置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如此看来，南海很可能即将迎来新的变动。就越南和英国加强双边军事合作这一点，已经充分证明了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企图在遏制中国问题上采取挑拨离间、合力围堵的路线。西方倘若能够拉拢越南或者菲律宾等中国周边的国家，必定会借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令人想起拜登上台后采取对华战略政策，就是聚集多方势力向中国打组合拳。若猜测是对的，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接下来的计划很有可能就是给足越南甜头，对越南进行军事以及经济上的支援的同时，竭尽所能地吹捧越南，并试图对外展现出一副西方与越南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美好画面。成功骗取越南信任后，接下来就可以怂恿越南为西方冲锋陷阵。所谓的重点争取对象，说白了就是可利用的棋子。对此，希望包括越南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不要轻信西方的谗言，把利益眼光放长远一点。也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认清现实，美英之所以拉拢你们，只是想让你们充当反华的马前卒、急先锋。以西方作死挑衅中国的行为，越南若真的赌上国运，跟着美英等国家的屁股后面，企图踹开南海大门，到了引爆冲突时，就会第一个被推出去当炮灰。届时对于养不熟的白眼狼，解放军也绝对会痛打。话说回来，现在西方正形成一股子势力，欲向中国发难。越南若是第一个，未来很可能中国周边都是狼，那个时候我国怎么办？其实表面上看，危险正越来越逼近中国，但实际上或许这是一个一锅端的好机会。中国也是时候该教训下这些肆无忌惮的反华势力了。就如国人所言，与其一个个消灭，不如放把火全部烧了。
一群美国参议员在近日提出了旨在加强华盛顿与台防务关系的法案。在该法案中，并未针对具体行动或接触渠道做出强制性的要求，却鼓动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地区成立伙伴计划，增强双方防卫高层官员的交流。美国必须清楚表明与台当局站在一起。反华立场鲜明的史考特通过新闻稿叫嚣，随着台地区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必须确保有一支整合良好、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部署人员的防卫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台当局。美国国民警卫队可不是一般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体系，而且指挥架构上隶属于美军。此外，他们还有联邦政府划拨的军费。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国民警卫队相等于另一个体系的美军。他们除了在行政上隶属于各州州政府以外，其他地方跟美军一模一样，甚至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州还给他们的空中国民警卫队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例如 M1A2 主战坦克以及 F2 战斗机。有相关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前陆军国民警卫队共10个师22旅团，其规模将近美国陆军人数的一半，而空中国民警卫队更是有92个队，装备包括了 F2、F35 等多种类型的先进战斗机。光是从规模上来看，如今美国国民警卫队就已经是另一个版本的美军了。现在美国计划将这样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部署在台地区，仅从通过法案部署美军入驻台地区来说，此举就非常奸诈。具有深意的是，就在美国参议员推出该法案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国防部敲定了美国副国勤谢尔曼访华行程，一边频频释放想跟中国会谈的信号，另一边却继续挑拨台海战争底线。美国到底想干什么？此次推出这一法案的是13个美国参议员，而美国国会参议员名额加起来总共就100个，那么剩下的态度跟他们差不多，但没那么激进的有多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同意美国政府此前承诺的不支持台独立？考虑到美国国会大部分参议员对台海问题的看法，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在台海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实质性共识的可能性很小。顺着这个角度来看，倘若美国政府还反对中国实现统一，这次就算谢尔曼访华了，中美双方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反过来，这是不是可以猜测，美国恰恰是在以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逼中国上谈判桌？要真是这样，解放军是时候给国人一个交代了。妥协终究不会让这些域外势力收手。面对美国接连抛出的重启对话的橄榄枝，中方最终敲定于25日至26日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进行会谈。这次会面的地点选在天津，由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副部长谢锋与谢尔曼进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王毅外长将会与谢尔曼会面。美国如今一边进行着反华行为，一边多次释放与中国对话的信号。尽管这种行为中方并不能容忍，但中国向来都是爱好和平的。既然美国坚持要谈，我国自然也愿意敞开大门。事实上，中方不止一次强调过，中美作为世界上2个超级大国，倘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演越烈，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中方多次在国际上对美国表明过态度，希望中美2国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可这并不代表中国是在低头。此前，中美双方曾在阿拉斯加举行过高层会谈，结果美国方面却认为中国惧怕了美国，在会议上丝毫没有体现出一丁点待客之道，甚至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中方说话。对此，中方直接在会议上痛批美方没资格，声称和平谈判的前提是双方都必须具备足够的诚意，否则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也正因如此，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呼吁与中国进行高层会谈，都惨遭中方拒绝。在我国眼里，美国频繁在台海问题上搞事情，怂恿盟友国挑衅中国，还在制裁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并且拉黑了几十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就这，美国还想跟中国坐下来谈，这是要谈的态度吗？对此，中方自然不理会，反而非常清楚，美国只不过想以这种方式逼中国上谈判桌。至于为何又同意重启中美会晤，分析看来，或许是不想美国找到机会炒作，对外释放是中国不想谈，不是美国不想谈的信号。中国不是美国，绝不会没有待客之道，想谈中国就做好东道主的本分，若是再没诚意，中国也早有准备。这次美国国务院直言，从实际地位出发谈判时，外交部已经提前给美国打了一剂预防针，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还嚣张，中国机会来了，彻底让美国看清中国的强硬态度。实际上，对中美会晤，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很清楚，在当前冷战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很难有什么突破。因此，在美国反华行为没有改变之前，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中国态度已经变了，这也是美内部敲响丧钟的原因。若美国继续对中国产生误判，那便是该国最大的错。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敢来挑衅，中国奉陪到底。